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豆豆小师弟，欢迎收看我的单人荒野生存第104期。哎呦，这商人小哥又在卖火箭地图了，不管有没有用，先买了再说。居然还有火种，一起买了，说不定后面有用呢。哎，刚卖完东西，商人小哥就跑路了吗？居然跑到这边来了，你也没什么用了，送你一支弓箭吧。我现在这弓箭老厉害了，一箭就能让他毙命了。接下来我又回到了岛上这边来，我准备收集麦穗还有小麦种子。然后继续来当农夫，用小麦种子把这2片地都给种满了。因为接下来我要制作另外一个材料，那就是混乱结晶了。这个混乱结晶需要的材料倒是挺常见的，但是需要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呀。这个混乱结晶需要10叠皮革，1叠皮革就需要100张皮革去制作了。所以接下来我总共要收集1000张皮革才能制作这个混乱结晶了。我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想收集多一些小麦。接下来就是拿着小麦穗去牛场喂养小牛们。小牛们，你们赶紧吃，然后多多繁殖哦。这样的话，我才能收集到足够多的皮革呢。喂养好牛群以后，我又准备下到地心世界去挖硫磺金沙了。因为这个混乱结晶需要的一个材料就是硫磺金沙了。哎呦，一进来就看见岩浆池里面在冒着火焰了，那个地方就有硫磺金沙了。老规矩，咱们还是得想办法去到它的上方，然后用沉沙块的方法把岩浆都给堵住了。最后我费了9牛2虎之力，终于挖到了这一块硫磺金沙了。回到地面，我又来到了牛圈，继续喂养我的小牛们。哎呀，没办法呀，因为需要的皮革数量实在是太多了，所以真得让它们多多繁殖呀。好了，终于喂养完了，那就让小牛们在这里快高长大吧。然后我还可以去做点其他事了。我记得咱们打败了第2条黑龙以后，获得了一些龙骨。那趁着现在有空闲的时间，咱们来制作一把龙骨弓吧。我听说这龙骨弓发射出来的弓箭可是有爆炸性能的哟，嘿嘿，那就赶紧搞一把来试试看吧。搞定以后，用我之前已经准备好的附魔卷轴给它附魔上。它现在只有爆炸噬击这个属性，那咱们再来帮它融合一下吧。其他属性都留下吧，然后把这个击退5给去掉吧。这融合还需要80个星星啊，也是贼贵的呀。好嘞，我现在已经给龙骨弓附魔上了最高的属性了，嘿嘿，那咱们现在就去到那边的山上，找一个合适的地方试一下这龙骨弓的威力吧。OK， 就在这个地方了，感觉还蛮合适的。我现在就朝着前面那堵墙来试一下轰炸效果。啊，不会吧？怎么才毁掉这么一丁点啊？是不是站得太远了？那咱们再换个地方，靠近一点再试试看。啊，有没有搞错？这下子连一个小坑洞都没有炸出来呀！我现在站的位置更靠前了，我就不信邪了，咱们再来一发。我勒个去，这是什么原因啊？难道这些石头是铁做的呀？毫发无伤啊！不行，今天我试不出一个效果来，我绝不罢休。这一炸也只是粉碎了2个石头而已啊，看来这个石头的硬度还是可以的哦。再来试一下这些土块吧，炸土块的效果还不错，但是炸石头的效果看着很不行啊。好吧，玩了一会龙骨弓，咱们又该来做正事了。我现在准备把这一行土块给敲出小坑来，然后再加上前面那一排空着的，总共2行。我是准备来种灰氏龙石兰的。之前我已经收集过很多灰氏龙石兰了，估计有很多还是跟商人小哥买的吧。现在咱们就把这灰氏龙石兰的种子给制作出来。好嘞，总共是制作了40多个，应该是够种满这2排了。那咱们现在赶紧来种上吧，因为这个混乱结晶也是需要一些灰氏龙石兰才可以制作的呀。所以为了防止这些灰氏龙石兰会断货，我还是给它们种植一些吧，这样就可以源源不断了。种完龙石兰，我又来到了牛场，现在整个牛场都挤得满满的了。那现在我就来宰掉一些了，然后收集一些皮革了。不过距离我1000张皮革的目标还远着呢，我估计我又得花个好几天才能完成这个1000张皮革的小目标了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要是有好的方法可以快速的获得皮革，记得留言告诉我哦。